和青梅校花一起重生了。前世校花为了救你，导致天赋异能受损，最终觉醒出了最低级的冰属性异能。而你对叶清雪完全是利用心理，不仅在觉醒 SSS 级异能后当众羞辱叶清雪和她分手，还把她父母害得惨死。这是你魂穿到这具身体后得知的信息。人渣原主的记忆也到这里就结束。此时的叶清雪刚好觉醒完了 S 级别异能，见状你犹豫了下，拍了拍她的肩膀：“清雪，我会一直陪着你，得到你的安慰。”叶清雪情绪低落的俏脸也是露出感动的神情：“谢谢天明哥哥。”可这时你却听到了叶清雪的心声：“我信你的鬼，你个人渣！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等会觉醒了 SSS 级异能，就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我分手。前世我信了你的鬼话，在满怀希望时又被你亲手粉碎，那份绝望你这个人渣根本无法体会。这一世重生归来，我叶清雪不杀你誓不为人。”听到这话，你怔怔出神的盯着叶清雪看，而她并没有如声音那样恶毒的看着你，依旧是一副被你刚才一番话语感动到的表情。难道是错觉？天明哥哥别一直盯着我看了，轮到你上台了，加油！清雪相信你一定能觉醒高级天赋异能。说完，叶清雪表面还是充满爱意的样子，但心里巴不得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渣千刀万剐。前世叶清雪觉醒了低级 F 级属性异能，但天无绝人之路，渴望复仇的她在一次秘境的试炼中找到了修复她为救你破损的神魂的方法。叶清雪的 F 级冰属性异能也蜕变成了 SSS 级冰属性异能，之后她一路奇遇，还得到各种成长力极其惊人的神级技能。抱着对你进行复仇的执念，她一次次从各种生死危机中化险为夷。就在她觉得自己成长的足够强，想找你这个忘恩负义之人报仇时，她却发现你竟然已经死了。没能亲手杀死你，为她的父母报仇，也是成为了她的一份执念。在她成神后，更是成为了她最大的心意，影响着她的心智。最终她的大敌们趁她心魔发作期间联手找到她，并将她杀死。这一世只要她靠着前世的经历提前变强，将你斩杀，她就不会再有心魔，她也将成为最强冰之女神。你再次听到那和叶清雪声音一模一样的恶毒发言，看过无数小说的你明白了一些东西，自己该不会是觉醒了某种能偷听人心声的能力吧？几乎在你心底生出这个猜测的同时，脑海响起了系统觉醒的声音：恭喜宿主觉醒绑定女神气运系统，凡是被宿主这具身体原主亏欠过的女神们，都可以被宿主绑定气运。系统已为宿主自动绑定范围内的冰之女神叶清雪，宿主可以完美偷听冰之女神叶清雪的心声。天明哥哥，快上台吧！觉醒台上的导师喊你名字第二次了。闻言，你这才注意到该自己上台了。快步走上觉醒台，你记得叶清雪的心声说过自己会觉醒 SSS 级异能，伴随着一阵觉醒仪式的光华闪烁，你便完成了觉醒。林天明 SSS 级特殊异能神之手，神之手初级技能，可以复制任意元素属性异能，果然和我重生前的前世一样。林天明这个人渣又是 SSS 级异能神之手，不过神之手又如何？你这一世依旧逃不过早早惨死的下场。不过这次我不会再让别人捷足先登，这一世能杀你的人只有我叶清雪。本来你在听到导师说完觉醒的异能是 SSS 级时还是挺高兴，被叶清雪充满恨意的心声泼了盆冷水。你皱起眉头，既然你能听到重生过一次的叶清雪心声，那么他的心声应该不会有假，自己未来很可能会遇到重大危机，看来自己以后得找机会多套套重生归来的叶清雪的。在你被导师宣布觉醒的是 SSS 级特殊异能后，觉醒台周围的3年级生一个个热议起了与你相关的话题。天啊，林天明觉醒的竟然是 SSS 级特殊异能神之手，他未来绝对前途无量，我有点爱上他了。林天明的异能太优秀了，不像他那个女友叶清雪是个 F 级异能天赋的废物。你和叶清雪这对青梅竹马，这3年一直都是学院里的佳话，被无数人羡慕。但随着今天叶清雪觉醒的是 F 级冰属性异能，觉醒仪式现场很多人有意无意的贬低嘲笑叶清雪，一群狗眼看人低的家伙。等这次觉醒仪式结束，我就凭借前世的记忆，提前去寻属于我的第一份机缘。你们这群家伙注定只能被我踩在脚下。还有你林天明，要当众宣布与我分手就宣布吧，随便你羞辱我，我已经不是前世那个懵懂好骗的少女了。今日当众分手羞辱我之仇，我叶清雪他日必将100倍奉还。紧接着你就当着现场所有人的面说要宣布一件事，终于要来了吗？明明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为何当他要当众羞辱我分手时，我还是会有种撕心裂肺的痛？现场的其他人也都觉得林天明要宣布的事，多半是要和叶清雪分手。你没有去理会那些只会冷嘲热讽的小丑，你深吸一口气，我也希望在场的各位再为我见证一件事，那就是叶清雪她虽然是 F 级冰属性异能天赋，但我林天明不会因为我是 SSS 级天赋就这样抛弃她。希望在场的各位记好了，以后谁要是再敢当着我的面说叶清雪的坏话，我林天明一定会替我们家清雪教训说她坏话的。等等，林天明他好像没说要和我分手，而且他还当众说不会因为我天赋差就抛弃我，这剧情走向不对啊！林天明他不是人渣吗？他应该是当众说极其难听的话，与我分手羞辱我才对。因为你不按套路出牌，叶清雪人傻了。怎么他重生归来后，林天明变得和他重生前不一样了？他前世一路饱受磨难，成就神位，难道都是虚幻的梦境？现在这个不嫌贫爱富，对他不离不弃的林天明才是真实。此刻叶清雪的心中有着诸多疑问，而就在叶清雪呆愣在原地这段时间，你已经从觉醒台上下来，当着现场所有人难以置信的目光，给了叶清雪一个大大的拥抱。清雪，放心，不管你我异能天赋如何，我们依旧是青梅竹马。天明哥哥，你真的不会离开我，你若是想，清雪不会耽误你的大好前程的。嘴上这么说，好像一点也不介意，但叶清雪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重生前被伤害过的她还是觉得林天明不可信。也许因为他的重生，一些事情会因为蝴蝶效应发生改变，但林天明那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性格绝对不会变。这一世他得保护好自己，可不能让林天明忽悠第二次了。林天明，我不管你心里打着的是什么主意，我一定会在你坑害我父母前将你杀死，以绝后患。别惺惺作态谋划什么阴招了，直接点当众分手吧。听着叶清雪的心声，你也是深感攻略叶清雪这个受过情伤的女人是真难。不过她相信，只要有这个偷听心声的能力，她很快就会被自己完美攻略。随即你义正言辞道：清雪，你是我女朋友，你父母更是收留我的恩人，我林天明岂会就这样抛弃你？天明哥哥，谢谢你，来亲一个，可不许胡思乱想了。说话间你就以男朋友的身份当众亲了叶清雪一下，看得附近一些想抱林天明大腿的女孩很是羡慕。叶
清雪被你这么一搞，心里很是不爽，但她表面为了维持她没有重生时应该有的形象，也只能默默承受。姓林的，你真把我这个冰之女神当成曾经那个懵懂无知的少女了？快松开我！现在的我只要一想到被你这人面兽心的渣男抱了，就感觉恶心。恶心吗？那就抱得更紧一点好了。你仗着叶清雪不敢推开自己，怕暴露重生一次的秘密，你也是继续与叶清雪紧紧相拥。谁是林天明？我是来自帝都大地学府的老师江寒，这次是专门派来驻扎在你们学院的。听说你们中出了一个 SSS 异能天赋的学生叫林天明，特来确认情况。若是情况属实，林天明将直接保送我帝都大地学府深造。就在这时，一个自称来自帝都大地学府的女老师江寒来到了现场。听到这个女老师找你，还说会保送自己进帝都大地学府，你可高兴坏了。通过原主的记忆知道，这个帝都大地学府乃是整个九州最顶级的觉醒者培养之地，几乎每年帝都大地学府都在为九州输送大量高质量的觉醒者毕业生。只要进了帝都大地学府，混得再差的觉醒者也能过得很滋润。是他，真是可怜。明明是对林天明有知遇之恩的恩师，当年九州最有希望晋升神位的顶级觉醒者，却是被他亲手培养的逆徒林天明暗害，最后惨死在灾厄之地的魔物手中。有机会得提醒下他，可不能再被林天明这种虚伪之人蒙骗。看到江寒来找林天明，叶清雪心里多少有点同情这个和他一样曾经被林天明坑惨了的女人。一听到叶清雪的心声，不禁有些头晕，怎么又来一个被坑过的女人？这个女人应该不可能也是重生过来找自己寻仇的吧？之前台上负责觉醒的导师看到江寒来了，也是赶紧去迎接。江寒老师您可算来了。负责觉醒的导师把江寒带到你的身边，也是一脸殷勤的为江寒介绍，林天明觉醒出了 SSS 级特殊异能神之手，他的神之手还只是初级技能，就可以复制任意属性元素异能。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他可是我重生前倾尽资源亲手培养的逆徒。这是江寒老师的心声，他竟然也是重生归来的。你听到了江寒的心声，你此刻有种想将把原主的灵魂揪出来暴打一顿的冲动。你之前到底坑过几个女人啊？净给自己留烂摊子。初次见面，你可以叫我江寒老师。我们帝都大地学府对于有天赋的觉醒者学生，从来都是来者不拒。你现场给我展示一下你的异能神之手，我确认确实有 SSS 级，就会保送你进我帝都大地学府。内心却想着，好久不见我的乖学生，还记得前世的你，可是刚觉醒神之手就能完美复制我的超位级别雷电禁咒。我对于你寄予了厚望，却不想你因为我不愿给你我的怒雷之心，对我心生怨念，最后在我晋升雷神的关键时刻暗害于你。你可知道，我当初不愿给你我的怒雷之心，乃是担心你还未成长起来，操控不了怒雷之心。你若不抢，那怒雷之心我迟早是会送你的。你的背叛真的让我很心寒。江寒充满愤怒的质问心声连续被你听到，自己好不容易想了个对策，暂时安抚住叶清雪，没想到还未完全攻略叶清雪，又来了一个同样被原主坑害过的江寒。那心声中的怨恨与杀意，一点也不弱于叶清雪对你的杀意。一下子要安抚两个对自己有杀意的女人，你感觉压力山大。希望这个江寒是最后一个被原主坑过的女人。孩子，你在发什么呆呢？随意展示一下你的 SSS 级天赋就行。这臭小子难道发现我是重生归来的吗？怎么一直在那发呆？这和我重生前遇到他时的情况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听到这位御姐老师江寒的心声，你也是意识到不能再继续思考对策了。为了不让江寒怀疑，你深吸一口气，装作一副拘谨的样子。抱歉，江寒老师，一听到您竟然是帝都大地学府的老师，我一时有些激动过头了。没事，孩子，来吧，让我看看你的神之手技能。说话间，江寒老师就为你演示了3个最低等级的雷属性异能。虽然这么演示，但江寒并不觉得你会复制他演示的这3个低等级雷属性技能。身为重生者，他对这个时期的你可是一清二楚。一般的 SSS 级异能天赋再强，也得从初始的低等级技能一点点学起。但你的 SSS 级异能有点不太一样，不出意外，这小子要在我没有施展任何超位级别雷电禁咒的情况下，直接复制，以此震惊我的眼球，吸引我的注意，让我不止保送他进帝都大地学府，还对他动了要收他为学生的心思。不得不说，你觉醒的天赋真的很惊艳。只可惜这次你老师我是不会再被你这个白眼狼蒙蔽了。已经不是第一次从江寒的心声得知，自己一上来就会复制超位级别的雷电禁咒技能。你陷入短暂的沉思，没想到神之手竟然还有隐藏属性，也就是说，成功复制超位级别禁咒的自己，在对方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是可以与顶级觉醒者抗衡的。你之前就很困惑，重生归来的叶清雪说自己还没有成长起来就早早暴毙而亡，但同样是重生归来的江寒现在就是顶级觉醒者，弱小的自己就算有背叛之意，要想偷袭江寒，并使江寒重伤陨落，是绝对不可能的。原来是在江寒晋升雷神的关键时刻，复制了江寒的超位雷电禁咒，趁江寒不备进行偷袭，才让江寒晋升雷神身受重伤，最后陨落在灾厄之地，解开了心中的一个疑惑。你心中又多了新的疑惑，要当着江寒的面复制他的超位级别雷电禁咒吗？复制的话，自己不就和原主一样了？走原来的剧情，这样按照原主的轨迹走，怕是未来自己很可能会像原主一样英年早逝。可是不复制超位禁咒，短时间可以暂时迷惑，但是时间一久不可能一直不用这个能力，你必然会被江寒发现。届时本来就对你失去信任的江寒，怕是会当场把自己当逆徒斩杀。深思熟虑过后，你还是决定尝试复制江寒的雷电禁咒。不过复制归复制，得有些变化。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你即刻开始动用神之手。随着你心念一动，发动神之手，便发现可以看清江寒的所有技能。神之手发动了，这臭小子现在应该是在查看我这个老师的技能吧？没有意外的话，他应该会复制我的紫雷震天技能。要是你一直是老师我的乖学生该多好！区区一个怒雷之心，就这样让你心动到对我这个倾囊相授的恩师下毒手了？我平时明明对你那么好。听到江寒突然有些痛心疾首的心声，你也是能感受到他对自己的失望，一点也不亚于叶清雪。看来要想攻略这个女人也是个难事啊。这么想了一下，你大致扫了一眼江寒的所有技能，找到江寒心声所说的紫雷震天技能，即刻进行复制。随着你成功发动紫雷震天，如他重生前的经历，江寒的美眸盯紧了突然乌云密布的天空。这个臭小子第一次复制紫雷震天超出我的预料，直接劈到我身上。当时我还心很大，觉得他应该是第一次复制不熟练。现在细细回想，这小子早
保有欺师灭祖之心。这次有了重生一次的经历，有所防备的我是不会受伤的。然而出乎江寒预料的是，那忽然遮蔽整个明溪市的滚滚雷云中心不是他，而是正在施法的你本人。看到这一幕，江寒人呆住了。这紫雷震天技能劈的不应该是他吗？怎么重生一次变成劈凌天明了？想提前看偷听觉醒的宝子们，可点击左下角下载 QQ 阅读，然后搜索偷听觉醒，出来的第一个就是